爱国大 V 啊，赛雷被禁言了。很多人可能不了解这个人啊，我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啊。这个赛雷呢，原名叫李思蕊，原先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在大学期间呢，他自己搞了个叫赛雷画车啊，画漫画嘛，解释一下汽车方面的知识啊。然后呢，慢慢就积累起来了一些名气。毕业之后呢，就拿到了一笔3000万的融资，从此呢就走上了所谓的科普之路吧。搞了一个栏目叫赛雷3分钟，但是呢这些年也越来越也不温不火。但是前2年的时候呢，他一下子火了。当时就是2021年的时候啊，有一个 NGO 组织啊，海外的 NGO 组织啊，就想让他做一个科普话题。他到这个科普这个 NGO 组织的网站一看啊，看了这个有一些关于中国方面的负面消息，这赛雷啊就觉得这个科普啊，这个 NGO 组织啊是个反华组织。他呢最后就写了一篇文章，继肉蛋奶之后啊，中国人就不让吃海鲜了。什么意思呢？他就说啊，中国人呢这个肉蛋奶啊，蛋白质的摄取量啊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现在你看，他们呢为了防止我们中国人健康成长，不让我们中国人吃海鲜了。人家当时这个所谓的 NGO 组织是想让他做一篇所谓的中国沿海的过度捕捞问题。他灵感一动，写了这么一篇文章。其实这个文章中间的数据啊全都是错的，也没什么依据。但是你想，挑动了民众的神经，对不对？你想，中国人还没怎么健康呢，外国人的海鲜吃够了，不让我们中国人吃，对不对？这一下子火了。这个火了之后啊，他就掌握了流量密码。什么流量密码呢？就发现啊，第一，攻击西方；第二呢，阴谋论；第三呢，所谓的鼓动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抓住这3点啊，就会火。后来呢，他就开始四处的攻击啊，也不认真做科普了，科普都是这种阴谋论加上一些所谓的数据之后写文章，四处攻击，然后名气就开始越来越大。最后他就盯上了谁呢？盯上了大象公会，还有大象公会下面的回形针。攻击了一段时间，突然他有一天发现啊，回形针有2个所谓的员工啊，当年好像在美国参加过什么组织，他立刻觉得嗅到了这里的气息，就写文章说这个是境外反华势力搞的。结果这一战成名，回形针呢被炸号了。回形针炸号不久之后呢，这个大象公会也完蛋了，松鼠会也差一点完蛋。他的粉丝啊一夜之间暴涨到100万左右，厉害吧？被人称之为爱国大 V。但是就是这么一个爱国大 V 啊，5月18号那天呢，自己被封杀了。什么原因？说起来也很可笑。这个所谓的李思蕊啊，常年在境外网站上盗图，因为他知道啊，国内的这些网站实际上是没有所谓的版权审核机制的。你在国外的网站上盗图呢，国内也没人管。他这个盗图不说吧，他知识还比较贫乏。结果看着人家的网站上有一张图呢，这图啊就是一个坦克啊，什么这个杀人的镜头啊，他呢就觉得这个挺好，就拿过来用了。没想到这张图是8964的时候解放军镇压人民群众的图。这个图一发，立刻完了，被人举报之后立刻炸号了。他微博啊是封禁1年，其他的什么 B 站呢都是永久炸号了。也算是咎由自取啊。就这件事情啊，该怎么看啊？就是我们讲完这个故事该怎么看啊？我个人觉得有这么几点。第一啊，你们会发现了吗？就是在中国的今天呢，民族主义啊是流量的密码。就是你只要煽乎起民众的这个情绪啊，不愁没有流量。这里头最大的代表是谁啊？胡锡进老师的《环球时报》。这《环球时报》长年以来啊，基本上就是这套路数。什么路数呢？就是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日本主义呢就是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台湾呢就天天欠收拾，是吧？其他的菲律宾这些国家呢就说找中国的麻烦，是吧？然后这个我们中国当然是越来越强大了，基本上就这套嗑。那么这套嗑它只要搞起来啊，销量确实是不愁啊。所以你看《环球时报》啊，它是一家市场上非常成功的报纸。
你去看中国的飞机上啊，中国的飞机上一般来说拥有的正月的报纸，就是如果你坐商务舱、头等舱，它正月报纸基本上这2个报纸是固定的，一个是参考消息，一个是环球时报。因为这2个报纸啊，它是根据一般的人阅读的这种喜爱度来判断的。他送的如果还有第3份，一般就是什么证券市场周刊。你看那个具有特别权威性的人民日报、新华社、新华每日电讯，没人送，送了也没人看。那为什么他们受欢迎？就是因为他天天在鼓动所谓的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我原先在国内的时候，早年啊，其实也做一些策划啊什么之类的工作啊。有的时候他们一些栏目组请我去参加策划会，那一虎一席谈那节目经常请我去，对吧？我虽然也做嘉宾，有的时候他开策划会也请我去啊。他们那个就有一个规律，什么规律呢？就是说一旦收视率不行了，就做一期航母的，中国航母的。一开始航母没建的时候就说中国的航母什么时候能建好啊，是吧？建好了之后就是中国的航母跟美国的航母比起来谁厉害啊？然后呢，再就是说打台湾用不用航母啊，是吧？中国的航母要是收拾日本够不够啊，是吧？中国的航母还能再建几艘啊？未来我们需要几艘航母啊？反正就是话，只要跟航母沾边的，收视率肯定比平时的收视率高1倍。所以只要收视率不行了，就拉台，就搞一次航母。我有一次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这个其实也挺无耻的，知道吧？你也知道，其实宣扬这种打鸡血式的民族主义，其实对这个国家不利。但是呢，为了收视率就这么干，是吧？这个我个人觉得，你就发现了吗？就是这个民族主义是流量密码。但是这个民族主义在泛滥的过程中，你发现它带来的副作用是什么呢？就是理性的声音慢慢消退了。比如说你看国内的朋友圈里头经常流传什么信息，就是个病毒啊，是美国人制造的，然后在那个武汉的军运会的时候带过来陷害中国的。很多人相信这个啊。我回国的时候，很多人问我啊，是不是美国人制造的？但是你想一想，其实这个信息显然是错的，是不是？也有很多科普的信息讲其实不是来自于美国，但是你会发现这些理性的声音在面对这些所谓民族主义信息的时候都被淹没了。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虽然这个所谓的民族主义啊，它可以带来流量，它可以带来利益，但是它真的是非常可怕。因为我们知道理性主义啊，就是理性的声音呢，它往往是反直觉的、反常识的，甚至是反情绪的。那么人们在接受这个信息的时候啊，就不像接受起那种被煽动的民族主义信息啊那么容易。我在国内的时候，我有一句我自己的口头禅，其实我这个节目我自己也写的这句话，叫用冰冷的理性温暖世界。这句话我用了差不多将近20年了，我非常喜欢。我要是有一天去世的时候，我希望我的墓碑上就写下这几句字，这几个字。为什么呢？因为这冰冷的理性温暖世界呢，就是这个世界真正需要温暖的，并不是需要那种情绪化的东西。那种情绪化的东西并不能温暖大家，也对这个社会并没有太多的好处。你用冰冷的理性真正说服人，给这个社会建立起来一种理性认知的这样一种思维，才是对这个社会最大的贡献。这个非常难，要让媒体做到不逢迎，不为了流量而折腰，这个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媒体也要生存嘛，它没有流量就不能生存。但是如果媒体只有流量的概念，它注定不是一家负责任的媒体。那这个我觉得，其实我自己每天也在警醒自己啊，就是说不能为了流量而随意的，就是放弃自己的原则啊，这是第一点。这第一点。第二点，这个爱国大 V 啊，天天整人，这赛雷，最终自己呢也被反噬，很多人都说活该，对不对？当然了，这个确实也活该。这个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在专制逻辑中间也是最容易形成的。就你不要觉得其实你做了这个帮凶啊，你就有豁免权，不是的，知道吗？就是这个所谓的你去搞别人的时候，你大概率也会被别人搞。大家知道我们中国古代的时候有那个著名的故事叫请君入瓮，对吧？那当时那个武则天时期的来俊臣去审这个周兴，酷吏周兴，那他没有直接去审，他请这个周兴去吃饭，
吃饭的时候他请教这个周兴，他说这个我要审一个犯人呢，他不说呀，你有什么办法吗？这周兴就说这个好办，把他弄到那个大缸里，四周围这加上柴火一烧，肯定着。然后那个来俊将军说，就在院子上马上摆起来了一个大缸，架起了柴火，就跟周兴说，请你进去吧，我接到皇上的指令要审你。那周兴立刻就自己吓得赶紧说，我全招，对吧？那这个故事讲的就是说，其实自己害别人的逻辑最终反噬到自己，这个也经常如此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方舟子这个人，当年3年前我被这个封杀的时候呢，他幸灾乐祸，而且还污蔑我。网上污蔑我的时候说什么我参加6·4活动啊，就是那个国内的小粉红。方舟子说我做虚假报道，然后呢被封杀了，彻底封杀。他在网上，哎呀，那幸灾乐祸，高兴的手舞足蹈。他以为我被封杀了，我就会饶了他，我就不会追杀他诈骗公益捐款的事儿了，对吧？结果几天之后，他也炸了号，也完了，对不对？我一直说方舟子根本不是什么自由主义者，他就是一个只有胜负没有是非的这么一个你要知道，方舟子当年被封杀的时候，我虽然跟他有个人恩怨啊，我不否认我跟他有个人恩怨，但是我从来没有主张过对方舟子进行封杀。别人问我对这个事情的态度，我说我不赞成封杀方舟子，因为你要赢他，你要堂堂正正的赢他。我为什么要在美国起诉他？我就要在美国他认为美国最公平合理的法庭上审判他，证明他诈骗公益捐款。他害怕啊，对不对？但是你看反过来，当我被封杀的时候，他那一副小人得志，然后往我身上继续泼脏水，因为我不能说话了嘛。然后呢，高兴的手舞足蹈。你说他是个自由主义者吗？显然不是啊。所以你去看一个人呢，他真正的人品，你要看他痛恨的人倒霉的时候，或者得意的时候，他是什么态度，你才能见到这个人真正的人品什么样。这是第2点。第3点呢，你不要以为啊，你去当了别人的工具啊，你就有苟活的权利，你就有免死的权利，不是这样，真不是这样。大家知道不知道？微博上有一个人叫李子阳，这个李子阳早年我跟他很熟，他是一个出版社的编辑。当时他给薛兆丰先生啊这个出书当编辑，然后呢也是一副自由主义者的态度嘛。他自己还写过一本书，名字叫《市场的力量》。我早年跟他一开始怎么认识的？是在北京有一个传星之那么一个公益组织啊，天天大家每星期六的时候坐在一起呢，听这个经济学讲座。我在那个时候认识他的。后来我们一起经常在做节目，但是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啊，他这个观念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我也不知道他是转了基因了，还是说阿兹海默了，是吧？就从一个自由主义者啊，变成了一个国家主义者，就天天在网上骂公知，然后写的那些文章全是国家主义立场，就给人感觉啊有一股中南海范儿，所以就被人称之为野生国师。为什么叫野生国师呢？因为他显然他不是国师嘛，他也没资格进中南海，对不对？他中南海门他在哪儿他都不知道，那是所以叫这位野生国师。但是那个话写的那个范儿啊，那个十足，一副给人感觉马上当天下午就要面见皇上那种感觉。然后呢，这几年也春风得意，因为你要知道这几年网上这些公知啊，也被他们斗得也七零八落的了，死的死啊，疯的疯啊，然后那个卖货的卖货啊，禁言的禁言呢，那他们就是春风得意，对不对？但是我跟你讲啊，前2天这个李子阳也被封杀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对这个所谓的清零的政策啊发表了一些微词，他认为不应该清零了，应该想办法共存，因为他认为共存才能体现我们这个所谓大国的自信嘛，对吧？结果写完之后没几天，他的微博就被炸了。他还不服啊，过了2天呢，他又在他自己公众号上写了一篇文章，结果公众号
那篇文章立刻也就被删掉了。所以我就说啊，你不要认为你去为虎作伥，你去当别人的工具，你去当野生国师，你就拥有苟活的权利。不是，我跟你讲吧，这个市场啊，舞台上不管有多少演员，每个人的命运都不取决于自己，取决于谁啊？取决于幕后的那个导演。那个导演叫什么呀？叫做老大哥。如果大家不知道老大哥啊这个梗啊，建议你们去看看《1984》这部小说。好，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咱们明天接着聊，谢谢大家。